大哥，你看，刚挖出来的。你们这帮天杀的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啊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没有人性啊！简直是丧尽天良啊！把我娘花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这简直没有王法了，这是！他的腿也被刨了。李大爷，这是孝敬给您的。我娘的尸首，请您高抬贵手还给我，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。哎，这只是赎金。赎金？这片山头所有的地都属于我们兄弟们的了。啊！你们所有人都不许把自己的家人埋在这儿，除非每年给我们交保释费，这样我会让我的兄弟给你娘找个好地方安葬，怎么样？娘，这怎么可以啊！这山头祖祖辈辈葬的都是我们的亲人，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你们还要不要？什么时候成你家的了？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老天爷呀！放开我！报应？死人是不会报应的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回去，筹钱去吧。贾掌柜，他不是想要回他爹的尸首吗？这下好了，我让他俩团聚了。团聚了！你呢？考虑怎么样？要么你把你娘的尸首给我抬回家去。要我买！让你把钱交出来，非让我大哥说第二遍啊！过来，谁让你来的？大哥，这2日帮主什么都不让我干，我实在嫌他发慌。不就说停尸费吗？我也可以啊。为什么不让你干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！你犯了多大的错？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帮助朝廷有人，咱武校帮就暴露了。大哥，我跟着你还不行吗？你赶紧给我滚！大哥，滚！给我接着我！好。10年寒窗，今日终得以臣子之身，立于天子阶前。孟大人这身官袍当真耀眼，不过待会儿进了殿，可别被这阵仗吓得腿软了。小沈大人第一次上朝时，莫不是被吓得腿软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小沈大人不妨说说，圣上在朝堂时是何模样？不知孟大人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叫“伴君如伴虎”。我听说过。咱们这位圣上发起怒来，那可是雷霆震怒啊！上月有位同僚因为奏事时多说了一句废话，直接被革职查办；还有一位同僚因为触怒龙颜，直接被……不过你别担心，看在知礼的面子上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到时候谁敢刁难你，我沈知书定让他……哎，孟大人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圣上驾到！恭迎圣上，圣上圣功万福。众卿平身。
多谢。姐姐，秋风带寒，仔细照料。嗯，什么事儿让我们家沈大才女愁成这样啊？要我说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。嗯，哎，看来是真有烦心事儿啊。圣上已经下旨，调我入查文院任协理一职，去帮助孟大人在京都惩奸除恶。圣上这是要重用你啊，不过他这次安排倒是突然，连我都未曾投放。那查文院专司纠和贪墨，免不了刀光剑影。我本就未邪，又偏爱宁静雅致，分明更适合留在翰林院。傻妹妹，圣上要用你，肯定是自有深意。惩奸除恶靠的是正，而不是蛮力。你自幼聪明伶俐，别人办不成的事儿，对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儿。你说的倒是轻松。这查文院出力，先不说那些地痞无赖难缠，光朝堂上这些个笑面虎，背地都不知背了多少绊子。而且，这次连你都猜不到圣上用意，我怎能不忧？哥，知礼姐姐的顾虑不无道理。这翰林院清贵安稳，最合姐姐的心性。不过圣上此番调任来的突然，不如我们明日面圣，好生陈情。还是阿念懂我。圣上这步棋啊，虽然让人猜不透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啊，他定是深思熟虑过后的。毕竟，坑谁都不能坑我们家知礼。哥，但是我觉得圣上他这么做……阿念，那你说说，圣上平日待咱们亲如手足，对咱们最为倚重和信任，如今正是用人之时，这除了知礼，还有谁能胜任查文院协理这一职？那既然圣上如此安排，我去便是了。这就对了，你跟孟大人联手，定能让那些蠹虫闻风丧胆。怎么，朕是什么洪水猛兽吗？泡个澡都要坐得离朕这么远。昔日东宫伴读时，圣上也只是比旁人多了几分通透心思。可如今圣上掌握右相国，剑指左相国喜怒无常，我等若言行有失，唉。我们4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你言行之事还少？来，今日又有什么大逆不道之言，让朕开开眼？那先说好，圣上不能生气，起码泡温泉这1个时辰内，圣上还是太子时候的你。好啊。信哥，沈知书，臣之日先试试水，圣上金口玉言，说了不生气的。真不生气。朕就是突然想到，朕当年当太子时是怎么教训你们的。圣上，圣上饶命啊！阿念，你喊那个干嘛？许久未像今日这般放松了。朕16岁，便代天巡狩，踏遍大宁7州19县，现在却连出个宫还要看皇历。圣上上回装醉，不还把左相国气得递了告病的折子？怎么反倒还烦心起来？他哪是告病啊？半数官员将奏折递到他榻前，分明是在府内做起了辅政大臣。不就是朕让他丢了颜面，他想给朕来个下马威。现在呈上来的奏折，要么是要严和女官考绩，要么就是催朕立后严国本。这老顽固，分明端着自己3朝元老的架子，等着让圣上亲自去请他。现在查文院设立之初，朕巴不得他多歇几天，省得来添麻烦。哎，昨日右相国以赏话为，单邀孟大人和知礼姐姐赴宴，这似乎有拉拢之意啊。我听知礼姐姐说，这右相国对查文院之事格外上心，还说会不遗余力相助。这右相国明摆着跟左相国打擂台啊！孟大人新官上任，怕是有苦头吃喽。他要是连这点苦头都吃不了，那他还如何掌管查文院？孟大人我不知道，我们家知礼一定是吃不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左相国要催立后，倒也并不全错。抛开你这张俊脸不说，就你这脾气，
整日大胆放肆推销，哪家姑娘敢靠近？你说什么？看吧，我没说错。这里跟圣上青梅竹马，小时候还一个个的喊。你看现在，他看老师的眼神啊，比看圣上温柔多了。你胡说！知礼姐姐对右相国只是敬重，右相国年近半百，他还有家室，整日就知道端着个架子。知礼姐姐怎么可能？你小子，整日在演武场跟沈卫军摔跤摔傻了吧？哪儿懂姑娘们的心思啊？哎，是不是？别总板着个脸，不然更没有姑娘敢靠近你了。朕大多数时候还是带着笑多嘛。您那是笑里藏刀啊，笑比不笑还吓人。哎，那您说说，在咱宫里还有哪一个人敢跟您没大没小啊？谁呢？喝你的吧，来喝酒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圣上莫不是被臣说中了？一个时辰已经到了，你确定还要继续说下去？孟大人，给我，谢谢。沈协理，莫不是把家里的书房都搬空了？不过是些用惯了的物件。我本来想着带2个洒扫的丫鬟，却又怕哥哥跟阿念笑我，说官署做闺阁。哦，差点忘了最重要的。这盆满庭芳是我亲手种的，送给孟大人，放在案头最是凝神静气。果然是香气宜人。上任第1天，我们把这冷冰冰的茶温院变成京都最风雅的官署科行。好。岂有此理！茶文院独属圣上，今日上任，居然连房屋都没有修起。茶文院本就在2相6不之外，左相国又对我意见甚大，户部尚书文涛乃其心腹，自然不肯批钱，也正好给我一个下马威。不过就是修缮房屋嘛，我最熟悉不过了。你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歇着，这交给我。孟大人，你今天上任第1天，怎么能自己干活呢？要不我回府找几个家丁帮忙吧。无碍，不必麻烦。谁在上面？孟大人，我们见过。你是那个？我是尹清，宫里的私药。你来我茶文院做什么？我们这儿可没有人买胭脂水粉。等我。我在宫中为了生计，迫于无奈。自从那日你把我交给狄校尉之后，我便大彻大悟。现在已经金盆洗手。大人日后若需要香料，我免费送，不要钱。这是要做什么？驱邪呀，桃木、
驱散邪灵，铜镜反射邪气。毕竟是凶宅，不准备点东西，晚上睡不踏实。凶宅。孟大人审协里有所不知，此地曾是刑部大牢的审讯偏厅。听闻，凡在此接受过审讯的人，都畏罪自尽。后来因为太过邪门，便荒废了。这简直欺人太甚！怎么能把这种地方批给查文院？翁大人，昨日宴会老师还说，若有人蓄意刁难，他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等等！沈协理不怕，我早有准备。待我做完这场法事，管他什么冤魂厉鬼，统统退散。他晕血。大人，这是我研制的凝神露，可恢复心神，提神醒脑。等等，你这药真的有效？大人，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，但不能质疑我的手艺。醒了醒了。嗯？你的嘴啊？哦，这里，再来一次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这是我的提神醒脑露。嘿，大人，沈协理初来乍到就诸事不顺，可见这院子阴气太重。这样，你要不带上我这个朱砂手串避避邪？我不用，我命硬。我要多少钱我都要。只要10两。当然了，5两也是可以接受的。看在孟大人的面子上，就送给沈协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孟大人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娇气，无法胜任协理一职，会给你拖后腿？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在徐府门口立下军令状时，我便看出你并非寻常闺中千金。实不相瞒，我原本以为你会嫌查文院腥风血雨，会婉拒协理一职。可今日你带着满院风雅来赴任，我是又惊又喜。倒是你，无事献殷勤。你来我查文院，到底有何目的？大人，我听闻圣上成立查文院，允许大人亲自挑选助手。我愿为大人，愿为圣上出一份力。那这屋顶的瓦片，都是你修缮的？是啊，在这宫里，我向来是哪里需要去哪里，常常一个顶俩。2位大人若有需要，尽管吩咐我就是。我虽然只有3脚猫的功夫，但是五行八卦、风水堪舆、驻颜解毒、机关术数，我可是样样精通的哦。你真的只是宫中小吏？我听着，倒像是画本里面的奇人。沈协理抬举我了。哦，大人，这是我最新研制的，不臭不臭，珍珠美白粉加强版。我看您最近晒得有点黑了。这些我都不感兴趣。那我看看，你来查文院到底有何目的？
大人，从真假会员案之后，再到恢复女子恩科，我对大人敬佩不已。大人有魄力，有才华，有能力，反正跟那些迂腐之人他不一样。我跟大人都是穷苦出身，若是能跟随大人，必有前程。当然，我此次来是投诚的，若没点手艺，怎么好意思来呢？哼。大人，这是我新制的毒药万紫千红，无色无味，一口下去便让人失去战斗力。你想给我下毒？哼！渴死我了。黄玉伟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有事儿。孟大人第一天上任，圣上让我过来看看。若是您在办案时遇到麻烦，随时可用令牌号令沈卫军，也可直接入宫呈禀圣上。黄玉伟，你的声音，我的声音怎么？是我的声音吗？我的声音怎么了？尹清，解药呢？哦，黄玉伟，你把这个吃了，半炷香的时间，你应该就能恢复英武的男声。这让我怎么跟圣上汇报？这声音，该不会一辈子都这样了吧？到底能不能好彻底？这个药呢，是我新研究的，应该是有一定的副作用。这样，黄玉伟，你今天回去睡一觉，明日起来应该就能好。哎！你竟敢下毒害我！不是，孟大人，这药我本来是要毛遂自荐，我要自己喝的。黄玉伟来就把药喝了，我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？哪个正常人会给自己下毒？我现在怀疑你下毒谋害玉卫，你现在就跟我走！不是，孟大人，哎，黄玉伟，尹清是我查文院第一位同僚，这都是误会，还请你不要为难他。黄玉伟，我证明这药确实是他要喝的。以后你别犯在我手中。秋千告辞了，辛苦。慢走。孟大人，你同意我加入查文院了？你刚刚救了我一命，你就是我的福星、贵人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大人，真的要留下他吗？我们查文院虽然庙小，但绝不留无用之人。你暂且留下，以待考察。不小，有用，考察，我去干活了。好了。拉。大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这些人是你从哪儿找的？这些工匠的娘子、女儿都是我的常客，我答应，只要他们肯来帮忙，以后找我买胭脂、半价。你还真是无所不能。
倒也是块做生意的料。若是傅芝和你认识，必定聊得来。我还没有成亲的打算。你想的还挺美。嘿嘿。对了，大人，先别说我了，后院收拾好了，饭菜也备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别放那，挪过去点。孟大人，沈协理，我亲自做了几个拿手小菜，快尝尝。你也坐下一块吃。这什么好意思？请。仁清，你的手艺可真是了不得。沈协理，可是饭菜不合胃口？没有，我只是对饮食有那么一点点挑剔罢了。哦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好好改正。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，像这莴笋炒肉，莴笋需切寸段方能入味，肉也要切得薄如蝉翼。还有这雪蛤羹，菌子要饮食带露采的，过了50的便沾了土腥气。还有这道清炒时蔬，盐要轻撒，油要少放，最好一滴酱青也不加，以保原汁原味。我不过随口一说，也不用往心里去。其实我也不是很饿。不饿就好。如今我们已正式上任，势必要将虎啸帮和他背后势力连根拔起。孟大人，我们可以找京兆府、大理寺协商，调来相关卷宗。可眼下各部对查文院颇有微词，若按这套流程，怕是得拖个10天半月。若有人蓄意刁难，可找圣上出面裁决。我也可以请老师出面协商。可这等小事还要惊动圣上和右相国，岂不让人觉得我查文院是软柿子？哦，那大人有何打算？帮派作恶，无非是敛聚不义之财，而繁华之下敛财往往最为隐蔽。长乐街或许会有蛛丝马迹，待博风楼开业之后，可以作为我们打探情报之地。尹清，到，去拿面铜锣，本官要干大事。好的。查文院办案，圣上亲设查文院，意在除暴安良。凡有知晓虎啸帮线索者，皆可来查文院检举。虎啸帮是何方神圣？犯了什么事儿？竟让朝廷大张旗鼓的来调查？哼，朝廷派了个女官来查案，想必也不是什么重案要案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大家！你散了吧，没什么可看的，走了吧。走了，走了。大人，这法子好像也没什么用。看来虎啸帮隐藏的极深，不像黑虎堂那般招摇过市，人尽皆知。可据我所知，每日到京兆府、大理寺申诉地痞流氓、呈报冤情的百姓并不在少数。查文院意在护百姓周全，凡有作奸犯科、恃强凌弱之徒，皆可来诉。本官定会为你们做主。哎，大人，给我拿吧。
没想到京城还有这么破败的地方。这城北都是贫苦百姓、流民、乞丐聚集的地方。沈协理生来就是城东高门里的贵女，自然不曾来过。大人，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已经全部卖了，我又从娘家凑了20两，可是还差10斤呢。辛苦了。你被那群盗尸贼打成重伤，还未痊愈，万不可下台。祖母，孙儿不孝，他们盗走了祖父的尸身，让我们高价赎回，可我们根本凑不够赎回祖父尸身的钱。现在就连您过了头期，我都不敢让你下葬，我怕那帮孙应得的盗尸贼又盗了您的尸身，来向我们勒索。祖母，我们真的没有活路了。谁在外面？常务院办案。你，刚刚街上的那个女官，你们快出去，快出去！我们并无恶意，方才在街头看到你眉头紧锁，担心你遇到困难，便来探个究竟。查文院直属圣上，代天子行事，你们跟孟大人讲，便是跟圣上讲。大人，阿成，阿成，不能说，说了祖父的尸身就赎不回来了。我们也向官府报案，可官府觉得我们事小，置之不理，我们反而因此被那些盗尸贼恐吓报复。大人，我们真的没有活路了。盗尸贼？怎么样？朕今日这身装束如何？哎呀，臣自诩长乐街第一风流，今日见了圣上这般妆容，臣只能是把这名号给摘了。京都的贵女们要是瞧见圣上，岂不是都要流口水了？行了，别拍马屁。今日该如何出宫？臣今日翻阅旧档，发现有一处废弃通道，可直通宫外。带路。表哥，臣任采风使期间，不辞辛劳，废寝忘食，日夜奔走，终于找到这。哎，这会阴方的规矩最妙，需提前半月递名帖预约，每位贵宾点题，乐师即兴成曲。待曲终时，还会有一盏暗含曲意的特调茶。方主司徒雪这2年名声大噪，被称为京都第一武魁，多少人一掷千金，就为一睹其芳容。哎，表哥，前几日花朝节时，你不还赞他眉眼间海棠别致吗？行了，线索呢？表哥，这才好不容易出来，急什么？在这儿，要先学会享受。请。确实是袭烟花。沈公子，几日不见，方主亲自遇险。沈公子可是有些时日没来会阴坊了，不少千金贵女等着邂逅沈公子，都扑空了。
这位公子是？啊，这是我远房表哥何独，他今日心中郁结，特意来找我解闷。他听闻司徒姑娘琴音能解千愁，特来求一曲舒心。啊，我表哥性子冷，方主多包涵。既然是沈公子的朋友，我自然不敢怠慢。此处竟是一世一人，最宜倾心。表哥，你们慢谈。有劳方主。久闻会阴坊内别有洞天，坊主琴艺一绝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公子过奖。方才看公子屡顾屏风，似乎对他很感兴趣。这竟是满目青绿雅致，唯独这屏风上的紫色花朵甚是明艳。坊主以艳破雅，倒是别具匠心，不知可有深意？确有深意。前些时日，在北简有知民间乐坊，途经京都，下榻必访。我见其乐师额间花钿甚是独特，便特意请教了一番。此花名为夕颜，夜战朝谢，在北简象征刹那芳华，十分盛行。我这进士虽雅致，却稍显沉闷。我又喜欢这夕颜花，便差人打造了这扇屏风来。公子若是喜欢，送给公子可好？坊主美意心领了，只是偶尔翻过几本杂书，记载此花有吞噬之势，有复仇、仇恨之寓意。公子慎言，会阴坊开门迎客，讲究的是与人为善，以和为贵。我与那北简人无冤无仇，想来是不会诓骗我的。坊主倒不必惊慌，花之寓意本身就是人心之所愿，各有领会罢了。公子，请用茶。好茶。
不是。